欢迎大家收看《废话走马灯》。我是安娜，我是区贝子龙凯文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坐计程车的奇妙经验。你有被算过命吗？没有。可能他们有点没有办法分析你的面相。对啊，就是要吃槟榔吗？牙齿没关系啊。所以你觉得台湾的计程车司机蛮温柔的，我觉得每一次都是要问我一些习惯吗？台湾你喜欢吗？就蛮爱聊天的。对。所以在美国司机不会跟你聊天。大部分的司机他们可能也是移民到美国，就印度人、中东人比较多。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文化不一样，感觉没什么好聊，懒得跟你多聊。对，就是你要到哪里 ？OK， 我知道了，拜拜。然后接着讲他的电话，跟他老婆吵架什么的，然后你会觉得坐在后面就是坐计程车最恐怖的经验，我觉得最恐怖就是跟你一起有一次阿姨来的那一次，对，讲我们要去哪里以后。他说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我确定有没有那个反正整个人看起来像僵尸。他开上高速公路以后，完全没有讲话，然后非常的安静，然后车子一直有点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说明天要干嘛之类的。突然车子就整个，结果是司机不小心睡着，差点撞到那个高速公路中间那个隔音板。然后我们整个都吓疯，就是在里面有人尖叫这样，可是司机还是一句话都没有。安静啊。本来我们如果在路边，一定会直接说我们要下车。对。可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捏着自己大腿，然后撑到手，然后中途再发生第二次，他又在睡着第二次。我自己有一个蛮恐怖的，高中的时候比现在漂亮很多。反正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蛮有那个中年大叔缘的，就跳夜班计程车要去赶打工这样，然后司机就跟我说，假日还要上班，什么好辛苦什么之类，然后就跟我分享一些有的没，就聊了大概5分钟，快要下车的时候，司机就突然跟我讲说，有想过会遇到真爱吗？我就想说，应该会吧，然后他就说，刚刚聊这么多啊，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点感觉吗？反正我就有点吓到，我就说，你感觉比我爸还大，他就说。如果2个人真心相爱，年纪又算什么呢？但是我当时还蛮冷静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可能啦。还好我是有成功下车，但他也有收钱，可以说一些感人的啦。我第一次回美国，在这里很多年以后，然后要回去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家人都是给我一种压力，说，你在台湾那么多年，要回国，有点舍不得离开台湾，因为觉得我这里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然后生活都在这边，我到那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家人啊，还有3只不错的狗。然后一上那个计程车，然后他说要去日本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说没有，要回美国。如果你搬到美国，你还是会有机会回来啊，我们都在这边等你，然后你朋友还在这边。当下应该很想大哭一场吧。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有道理，对。反正那个计程车司机，我觉得是非常有耐心的，然后是真心的要安慰我。我也来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感人的，就是我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，交通就整个就是大阻塞，我特别提早2个小时出门，还是移动不了，就最后就是直接拜托公车司机让我下车。我距离考场大概500公尺，一下公车就看到旁边有台计程车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那就叫司机帮我直接100米冲过去，然后我就跟司机解释说，因为我要考试，然后如果我等一下5分钟之内赶不上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考第1堂国文课。司机还跟我说，真希望我有翅膀可以带你飞过去，有点怪，但是就蛮感人的。然后反正后来他就一直一边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要紧张哈，人生永远都还是有希望。你等一下前面那个十字路口，我就违规左转，然后停在对面，然后你下车门一开，你就赶快用跑的，因为他刚好身上没有零钱找我，他就说没关系啊，不用钱了，然后就真的他就是违规左转这样，然后停在对面，然后门一开，他就说快点加油冲啊，不要放弃什么的。然后那天还下着雨，然后我就戴着我的那个近视眼镜，本来平常都戴隐形眼镜，但是第2节是数学课，我想说数学太烂，我可以偷看一下旁边的答案，所以就戴着近视的眼镜，然后那个雨就这样打在眼镜上面，然后都是水珠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跑，然后跑到那个松山高中门口，然后一跑到那个已经打钟了，然后门口竟然还有记者访问我说，同学，你觉得迟到的心情怎么样？还好像是可以迟到5分钟，还是可以进考场，然后就一边这样，然后这样写完国文，然后考到几乎要满分。我的司机有看到这个频道的话，我很想跟他说，真的很感谢你带我飞。对，你觉得 Uber 跟计程车哪一个你比较喜欢？我觉得我还是会选计程车。每次上 Uber 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像你跟你的那个邻居借一点盐巴，那你就是很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煮到一半忘记了盐巴，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盐巴吗？Uber 现在也是蛮亲切的。前几天就跟朋友一起半夜突然喝了一些酒，决定要马上直接冲去夜场，然后就问司机说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他就说不行，我明天7点要起床上班。我们说7点，我们谁不用上班？7点又怎么样？然
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从士林逼到那个南京钱柜。认真的吗？还是认真，就下车的时候，下车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，要不要？你现在旁边停就上来，他就说你们认真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反正你有我名片，你等一下要知道几号包厢你就打给我。如果真的司机刚好有看到的话，真的很抱歉，因为司机真的有打来。但是因为我们唱得太嗨了，大概过了20几分钟以后，我才把手机拿起来，然后看到有一通未接来电，就是 Uber 司机打来，他本来真的想来，最后他就是有传一个讯息，就是说抱歉，可能真的是太晚了，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玩。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其实都还 OK，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更特别的话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分享，或者是你们有想要特别，就是说洋人在台湾有什么题目想要我们来讨论的话，也可以留言，好不好？今天差不多了，所以下次如果有什么有趣的主题，再跟大家讨论哦。